你曾经用过 Canva 这个工具吗？如果你曾经用过，但已经有好久没用过的话，你可能还停留在 Canva 只是一个视觉设计的工具而已。现在 Canva 呢结合 AI 之后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写作、影像生成，甚至呢还可以写程式码哦。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测试看看 Canva 的 AI 如果用来写网页的一些程式码的话，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？Go！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！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，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。想要更加深入学习，但常常出问题，选择学习 Plus 方案，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。或是呢，你愿意支持我们，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，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。影片要开始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我们今天来介绍呢，就是 Canva 底下的结合 AI 的相关的功能。大家都知道了 ，Canva 其实用来作为设计工具，其实相当的实用，而且制作品质也都还不错。很多人呢可能用来制作简报，用来制作海报等等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呢，就是用 Canva 的 AI 来撰写程式码。特别是呢，现在撰写程式码的工具这么多，究竟 Canva AI 用来撰写程式码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往下来看吧。如果你曾经使用过 Canva， 但是你已经好久一段时间没有用过它的话，那么现在呢 Canva 的 AI 功能应该会让你蛮惊艳的。毕竟呢，好久以前呢 Canva 刚开始它就只是作为一款线上的设计工具，但是现在 Canva 结合了 AI 之后，它不再只是一个设计工具而已，它深度结合 AI 之后，你可以用来写作、创作图片之外，还可以用来写程式码。如果你不知道现在 Canva 有哪些新功能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右上角点击一下这个小礼物的图示，去查看它的新功能有哪些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来介绍就是 Canva AI 这个功能里面的撰写程式码。大家呢可以先点击首页进来之后，点这个 Canva AI， 这个对话框就会变成这样的样式。这边呢就可以选择制作影像啦、草拟文件，或是选择帮我撰写程式码。那往下呢，它有一些范例给你看，但主要都是围绕在写作、影像还有写程式码这3件事情。那如果刚好这些范例有你需要的，其实你可以随便点击一个，比如说写作，这个是市场推广活动的策略文件，这个呢点击之后，它就会帮你直接创建一个范本起来，就会像这样子，它就只会产生一个基本的东西。这个我就不跑，我们把它关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它的撰写程式码的功能。今天我们会用几个范例，然后让它产生程式码，来看看呢 Canva AI 的产生能力到底怎么样。好，我们选择撰写程式码之后，往下这边呢，一样会有一些相关的范例呢，可以给你操作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范例呢，就先来制作一个网页的小游戏，这个是算很简单的。最近如果大家有看 Netflix 的《魔鬼的计策》第2季的话，应该都有注意到，里面呢有一个游戏是个人可以玩的，叫做骑士巡游。它呢就是可以选择 5×5、6×6、7×7，甚至8×8来玩。那进入之后呢，它的玩法其实就是走 L 型的方式，往前任一个方向的2格后，再选择左或右1格，就是你走的步数。好，用这样的方式填满所有的格子之后，你就是胜利。如果走到死路不能按照它的规则走的话，那就是失败了，大概是这样。只是我们下面有多几个 prompt 给它，就是网页呢要符合 RWD， 就是自适应这个网页，手机、平板、电脑都可以用。好，在下面呢增加游戏的说明规则。网页风格呢，我想说以圆角作为主要设计结构，那棋盘呢要正方形的，棋盘的颜色要统一，整体的配色要日系简约，我觉得这样就好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直接让它下一步。好，那就开始制作网页。好，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呢，它会在右边这边即时的显示它正在撰写程式码的这个过程。好，这边产生的其实还蛮快的，大约2分钟上下。整体的程式码有301行。这边创建完之后，也会告诉你相关的说明之后，右边这边呢就会直接出现预览，那你可以直接点击，然后来试试看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先建立一个6×6的游戏，这边呢就可以开始游戏。我们先看一下下方这边有游戏规则，会跟你讲。再来点击任一个格子呢，开始游戏。好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这边我有讲说点击之后会有闪烁的提示，它都按照我的说明，然后来生成。我们来试试看，玩到失败之后呢，就游戏结束，无法继续移动啊，也没办法点击了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就必须要按重新开始，然后就可以再开始了。不过它这边有个 bug， 就是如果我要重新开始之后，不能再选择
我的5×5、6×6、7×7、8×8这样子，有点可惜。这时候你看我们可以再来修改一下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说游戏结束之后呢，按下重新开始是要回到5×5、6×6、7×7、8×8的那个选择画面，好，让它去修改，那这边它就会重新修正。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你就口语化的去输入你要的内容。那这边呢，它就会及时按照你口语化的内容呢，帮你修正你的东西，或者是建立东西。然后当修正完之后，它一样会回到这个画面，然后这边会出现2版这个选项，也就是你在每次编辑的时候呢，都会有1版跟2版，它每次都会保留下来。不像呢，你使用其他的工具来创建的时候，有时候它都是直接覆盖过去而已。但 Canva 里面呢，它会直接保留每一个版本，让你可以重新回到某一个版本去使用，或者是再去修正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次的新的版本，按下重新开始，对，你看它就有回到这边来，那就有符合我们要的这个期待了。这个呢就是制作网页小游戏的方式啊，就很简单，你只要将你需要的内容直接白话文的告诉它所有的规则，那都会按照你的规则以及呢设计的风格来创建这个页面。那也不得不说呢，即便是很简约的这种配色风格啊 ，Canva 设计起来的品质跟质感还是蛮好的。比起呢像是叫 ChatGPT 去做的话，你要让它设计好看一点，真的有点难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测试呢，就是要来测试制作 WordPress 外挂。现在蛮多制作网页呢都是用 WordPress 来制作，但是呢有些功能如果你在 WordPress 外挂里面找不到的话，那应该要怎么办呢？那当然就是现在可以透过 AI 来制作，其实也蛮简单的，一样就口语化的将你的内容呢告诉他，然后说你要制作怎样的一个外挂的功能。像我这边呢是描述比较详细一点，那我这个 prompt 呢其实我是透过 ChatGPT 呢去问他说我要制作怎样的外挂，怎样的功能，让他帮我整理一个新的 prompt 出来，会比较专业一点，没有那么白话文，那也会比较清楚一点。这时候我们就把它一样送出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怎么去产生 WordPress 外挂。好，我们刚刚制作完这个 WordPress 的外挂了，但是有点小可惜的是，像我刚刚这边指令下完之后，然后它制作完了，然后也给我看 demo 之后，然后我想说可以打包成 zip 档下载吗？不行，然后我再问一次，我要打包成 zip 档，最后呢它就帮我直接呢把结构都弄好，比如说像结构长这样子。这是WordPress 那个外挂资料夹底下每个档案分布结构要怎么分布，然后接下来这边有每个档案里面的这个内容，你要放哪些内容进去，但是你必须要手动的自己把这些内容全部贴到每一个档案，然后分布好每个资料夹进去之后，然后再去做使用，然后最后要下载这一个档案去覆盖掉里面这个资料夹里面的内容。接下来你就是要手动完成之后打包成 lib 档案，再自己上传到 WordPress 去启用这个外挂，有点小可惜啊。制作出来我觉得速度还不错，那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编程的代码问题也不太大，但就只是在使用上呢，必须要自己手动把这些东西呢贴到你的文件档案上面去，然后一个一个生成。我觉得这个对于完全不会程式码来讲，光这个步骤大概可能就已经头昏脑胀，不知道怎么做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基本上呢制作 WordPress 外挂呢，它大概是长这样的流程啊，但我觉得不是很 OK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往下来测试另外一个程式码。好，再来我们来产生一个简单一点，就是记账工具好了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简单的指令就好，生成一个记账功能的网页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，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好，我们来产生看看。好，这边呢很快的就产生出来了，我们大概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有新增支出的内容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支出金额，然后选择日期、描述、吃饭类别，我们选下餐饮。好，我们来新增支出，你看就可以这样往下新增进来了，然后再来继续，我们再新增别的新增支出，基本的这个记账功能都有，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好，那我觉得做出来的设计也蛮好看，很简约，就是配色，只要你没有指定配色，不知道为什么 Canva 它很喜欢用这个深蓝色。像我前面在制作那个骑士巡游的这个网页游戏的时候，其实最初的版本呢，我也没有让他讲说配色应该要朝向哪个风格，他也是给我这种深蓝色设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，就是他可能AI 个人偏好这个颜色吧。好，所以呢，像这种记账功能网页，你不加任何的描述，就只有一句话，它其实生成的内容也还不错。那整体的风格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的。那如果你想要再更细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在 AI 这边呢，让它再去修改第2版、第3版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往下来再测试一下别的功能。好，接下来第4个呢，我们来试的呢，就是我之前教大家的，就是 Google Map MCP 做出来的这种规划的旅游网页，就像这样子的页面，看看它制作出来会怎么样。我们呢会使用一模一样的这个 prompt 来测试看看。好，一样呢把这个 prompt 呢贴上来之后，那我就直接不修改，
那我自己先预估一下，因为这个 prompt 里面用到的是 Google Map 的 MCP， 那它可能会需要 API 的资源，那这个地图才会正常显示。否则呢，等一下的这个预览页面，我猜一样在地图的部分会变成空白的样子。这个部分我们就先不管它，等它呢变空白，我们再请它帮我们把这个 API key 呢补上去就好。好，我们先用一样的方式来让它创建看看。好，提交送出去。好，原本呢是想要测试看看用 Canva AI 来制作这个 Google Map 的旅游规划，结果呢，这个 Canva 是我刚好遇到宕机呢，还是我这边被封了呢？我也不确定。但我刚好测试了一下，用我手机的网络去开 Canva 也是出现一样的状态，所以呢，我猜呢应该是 Canva 大宕机吗？不确定，可能等它回复我才能进去测试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只能先到这边啦。大家呢也可以去试试看我这支影片的底下呢，其实都有这个 prompt 呢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下来，然后直接贴到 Canva 来让它创建这个规划网页试试看。试试看呢 Canva 建立起来这个旅游的页面会长什么样子。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个小小 tips， 就是我虽然这边没办法操作，但是就可以告诉大家呢，当你在 Canva 里面创建好网页之后，你可以点击右上角，然后把它分享到你的白板或是简报那边，就可以变成一个连结。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开启连结来查看这个网页的内容或是操作哦，你就不用自己把它下载成就是 HTML 档案，或是想说要把它在哪里制作起来，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建立可以使用的连结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也就希望大家在底下留言哦。好，看完上面的这几个范例之后，你有想过想要使用 Canva 来做哪些东西呢？其实我觉得目前 AI不论是哪一款，只要能用来创建程式码的工具，基本上你想要制作的一些网页小游戏，或者是你个人想要使用的一些小工具，问题都不会太大。我觉得现在 AI 呢，如果想要具备专案级的开发能力的话呢，势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去走。毕竟现在 AI 如果你要让它理解到你正在开发是一整个专案，那分成非常多区块的话，这还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边啦。那大家如果对于 AI 还有想要知道的任何教学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那我是阿汤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